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极度核心，甚至有些颠覆常理的命题——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AGI， 非常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需要发明的最后一样东西。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狂妄，对吧？但这背后其实蕴含着极其严密的逻辑推演与客观现实。我们人类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创造各种工具，从帮助狩猎的长矛到现代的高科技电脑，我们一直在延伸自己的能力边界。然而今天，我们即将触及这条发展线的绝对终点。AGI 不仅仅是另一项新技术而已，它是对发明这项行为本身的彻底颠覆。今天这集内容，我们将深入探讨，为什么当这个系统成熟时，人类可能永远不需要再亲自去发明任何东西了。这是一个关乎我们物种终极定位的严肃话题，请务必听到最后。为了把这个庞大且复杂的议题拆解清楚，我们今天的知识旅程会分成5个清晰的阶段。第一，我们会先探讨人类最终发明这个概念的两极化观点。第二，我们会理解为什么 AGI 被称为终极开门工具。第三，我们将透过严谨的数据检视当前已经发生的科学实证。第四，我们会深入分析技术加速所带来的系统性威胁。最后第5步，我们将一起推演人类劳动与存在价值的未来。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进入第1部分。第一部分，人类最终发明，这是关于人类未来最宏大的2种视角。关于这最后一个发明，学界其实存在2种截然不同的诠释路径。乐观派的学者认为，当 AGI 出现后，创新这件事情将会完全自动化进行，人类不再需要亲力亲为去燃烧脑力，我们的文明、文化与创新会持续繁荣。我们将迎来一个不用工作也能享受极大技术红利的乌托邦社会。然而，悲观派的学者则冷静地指出，这可能是人类文明真正的终结。因为在 AGI 诞生之后，人类这个物种本身可能就会因为无法适应，或是遭到技术反噬而不再存在。这2种极端的论述，恰恰反映了这项技术本质上的巨大威力。为了客观理解它，我们必须把时间轴拉长，用大历史的尺度来观察工具的演进。我们回想一下，大约340万年前，在东非大裂谷，人类的祖先将石头打磨锐利，制造出第一把石器工具。这是一个伟大的起点，代表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改变环境。接着，历史快转到了15世纪，达文西发明了一台专门用来制造螺丝的机器。大家要注意，这是一个巨大的思维跃进，因为我们开始制造能够制造工具的工具。这让技术进步的速度开始产生指数型的复利效应。这代表着人类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用途的工具，而是追求能够自动化生产的系统。然后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机器的精准度与动力大幅提升，我们将体力劳动彻底自动化，解放了人类的双手。而现在，我们即将步入近未来， AGI 将会把认知劳动全面自动化。工具的演进从延伸我们的肌肉，变成了延伸我们的大脑，最终演变成直接自动化了我们创造工具这项能力本身。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第2部分，终极开门工具。我们来看看 AGI 如何将创新过程本身彻底自动化。重点来了，我们必须非常精确地定义 AGI 到底是什么，才能看清它的全貌。在我们今天的分析框架里，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关于机器有没有意识、电脑会不会感觉痛苦的哲学争论先放在一边，我们纯粹聚焦在客观的认知任务执行能力上。只要一个系统能够执行大范围的认知任务，并且去解决各种不同领域的新问题，那它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AGI。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逻辑， AGI 在本质上就是将整个创新流程直接自动化。这个听起来很玄的创新流程，其实在工程上可以拆解成4个精确的步骤。
第一步，系统必须能够辨识出前所未见的全新问题。第二步，它需要针对这些问题生成各种潜在的解决方案。第三步，它必须对这些方案进行严谨的评估与模拟测试。第四步，它要持续迭代优化，并且真正将解决方案付诸执行。当一个人工智慧系统能够在所有学科领域中独立且高速地完成这4个步骤时，它就不再只是一个辅助人类的软体，它就是在进行真正的发明。我们可以用开门这个具象的比喻来对比历史上的伟大发明与 AGI 的差异。第一类发明是所谓的特定工具，例如印刷术，它非常伟大，它开启了知识普及的大门；又或者是蒸汽机，它开启了劳动力机械化的大门。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终究只打开了一扇特定领域的门。而另一类则是通用工具，这正是 AGI 在历史上的定位。在电脑科学的底层逻辑中，这就像是能模拟所有计算设备的通用图灵机。图灵机的伟大之处在于，只要给予足够的运算规则与时间，它就能计算任何可计算的问题。AGI 的概念也是完全相同的，它不只是打开一扇门，它是那把可以打开所有大门的万能钥匙。有了 AGI 之后，我们人类不再需要去辛苦发明特定功能的机器，因为 AGI 会直接把创新这个过程本身给自动化。它会自己去寻找世界上还有哪些未知的门，然后自己去打造出专属的钥匙来开启它们。听到这边，一定会有人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质疑：如果最终是由我们人类来决定要让 AGI 去解决什么问题，那么主导权不还是掌握在我们手上吗？这样一来，发明家不依然是我们人类自己吗？其实这个逻辑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盲点，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历史类比来解释就清楚了。想象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那个抱怨光线太暗、提出需要照明的人，充其量只是个提出需求的客户。而真正经过无数次实验测试各种灯丝材质，最终把电灯泡成功做出来的爱迪生，才是真正的发明家。当 AGI 系统强大到能够独立完成所有解决方案的探索与实践时，人类的角色就已经退化成单纯的客户了。更进一步来说，在未来，当这个系统拥有远远超越人类的认知广度与运算深度时，它甚至能自己发现连人类都没察觉到的问题，并且主动提供完美的解法。到了那时候，我们可能连当客户的资格都显得多余了。第三部分，当前发生的实证。人类的认知极限正在被各种强大的系统突破。刚刚的推演听起来可能有点像未来的科幻思辨，但我们继续聊下去，我们必须把严肃的论述建立在当前的实证数据上。请大家注意，将创新流程自动化的这场转型，并不是遥远未来的预言，而是血淋淋的现在进行式。我们今天已经有非常充足的经验证据可以证明，人类大脑的认知极限正在被无情的突破。根据各大顶尖期刊发布的最新科技发展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几个突破性领域的惊人成果。首先，在生物学领域，人工智慧系统 AlphaFold 不仅仅是加速了原本的研究流程，它基本上已经彻底解决了困扰人类科学家数十年的蛋白质折叠结构难题。它透过极其庞大的算力与先进演算法，直接预测了超过2亿个蛋白质结构，这几乎涵盖了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的蛋白质。大家要知道，这要是靠人类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传统方法慢慢做，可能需要花上几千年的时间。接着，在材料科学领域，一个名为 Genome 的系统成功生成了10万种新的稳定材料结构。材料科学的探索是一个极度庞大的组合空间，人类的大脑与传统实验室根本不可能以这种速度进行穷举与试错。而在软体工程领域，现在最顶尖的写程式 AI 已经能够自主架构非常复杂的程式码，进行深度的错误排除，并且不断自我迭代优化。这些系统在探索巨大未知空间与计算的速度上，已经在实证上远远超越了人类大脑的物理极限。这就是发明本身的自动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铁证。第四部分，技术加速的威胁。我们即将面临人类史上最严峻的系统性协调危机。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
当创新的速度被极度压缩与无上限加速时，我们面对的将不再只是单一技术失控的风险，而是极其严峻的系统性协调危机。知名科学家 Michael Nielsen 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但也非常骇人的概念，叫做创新的聚宝盆。这意味着未来所有原本需要花费我们人类几百年才能慢慢摸索出来的发明，其时间线将会被极度压缩。我们会发现，在同一个极短的时间窗口内，各种奇迹般美好的技术，例如能治愈所有癌症的标靶药物，无限且干净的核融合能源，会与极度可怕的毁灭性技术，例如能精准锁定特定人类基因的生化武器，同时降临在我们面前。这种前所未有、完全不讲道理的技术大爆发，将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最致命的是，这会彻底击溃并淹没人类现有社会的协调与应对能力。我们传统的法规制定、道德辩论与国际管理机制根本无法跟上这种以毫秒为单位的处理速度。我们只要冷静地回顾历史，就能明白这点。人类在面对单一且发展相对缓慢的危险技术时，我们的社会协调过程就已经举步维艰了。例如，我们花了大半的世纪，经历了无数次危机，才勉强建立起核子武器的扩散控制机制，或是勉强促成全球合作来防范生物武器的威胁。又或者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当年我们为了解决汽车引擎爆震这个看似单纯的工程小问题，就轻易地决定把铅加入汽油当中。当时的科学界与政策制定者，没有人能够及时处理这个跨领域的负面效应。结果，这个看似微小的创新，对全球环境与几代人类的智力，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巨大不可逆伤害。一直到几十年后，我们才透过极度繁琐的科学验证、政策辩论与跨国立法，慢慢将含铅汽油淘汰。大家发现了吗？我们过去有几十年的缓冲时间，可以慢慢发现错误，慢慢修法，慢慢修正。但是在 AGI 带来的创新压缩期，我们将完全失去这层保护网。所有致命的系统性问题与惊人的奇迹会同时爆发，在我们还来不及草拟任何一条法案之前，新技术就已经彻底颠覆了世界。这才是 AGI 带来最真实也最迫切的生存风险。第5部分，人类劳动的未来。当创新与认知被彻底自动化，我们将何去何从？深度理解了这个巨大的风险之后，我们把视角转向每个人日常最关心的经济与劳动层面。当创新与认知这两件事情被 AGI 彻底自动化之后，人类劳动的未来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历史的平行对比来推演，当人类的某项核心能力被大规模取代时，我们的社会结构与自我价值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根据一份权威的历史经济数据统计显示，在西元1800年的英国，整个国家的劳动力分布非常极端，当时有高达80%的劳动力都必须投入在基础的农业生产上，而其他的劳动，包含所有的制造业、服务业等等，仅仅占了20%。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结构，这代表着当时的社会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口死死绑在土地上。人们必须不断付出沉重的体力劳动，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一切仅仅只是为了确保整个社会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存活下去。但是我们直接对比今天的现代社会数据，现在投入农业的劳动力已经不到总人口的2%，而其他的劳动占比高达了98%。农业依然是我们生存的绝对根本，我们每天还是需要吃饭，而且现代的农业产量比过去高出无数倍。但是因为拖拉机、自动收割机等自动化机械的全面普及，人类的物理肌肉在农业生产中已经变得毫无重要了。机器做得比我们更好、更快，而且永远不知疲倦。同样的底层逻辑，在 AGI 全面接管创新与思考之后，人类的认知劳动也将经历完全相同的边缘化过程。未来，你的脑力、你引以为傲的复杂分析能力与严密的逻辑思维，就像是1800年农夫的强壮手臂一样，不再是推动社会经济运作的必需品。因为机器的大脑会做得比我们精准数百倍，且成本趋近于零。
这就引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称之为人类的工匠价值。未来的人类当然还是会出于个人的兴趣而去发明东西，去写程式，去摸索新事物。这种创造的渴望绝对不会从人类的基因中消失。但这就像是在现代高度自动化的成衣工厂时代，市场上依然存在着手工编织衣服的需求一样，人类亲自指导的修补与创造会变成一种利基市场的品味欣赏，一种休闲爱好，甚至是展现人性温度的高级奢侈品。你在未来买一个由人类工程师亲手写出来的软体，就像你现在去买一个老工匠手工缝制的真皮钱包一样，你是为了追求那个过程的意义与情感连结，而不是因为它在效能与功能上有多么超越机器。但在整个庞大高速运转的全球创新经济体系中，人类的比较优势将会不可逆转地缩小到只剩下极度微观的层面。真正推动文明跃进的巨大技术突破，都将由 AGI 独立来完成。最终，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个历史级别的时代转折点时，牛津大学的学者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共鸣且充满智慧的结论。他说，一个物种如果建造出了比自己更聪明的东西，这个物种并不会因此而贬值，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定义了这个物种的伟大之处。这句话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人类创造出了能够自行创造的终极系统，结束了由人类亲自驱动创新的漫长时代。但这绝不是人类悲惨的结局，反而是我们将自身物种潜力推向极致的最佳证明。我们从打磨第一块石头开始，历经100万年的叠撞，最终打造出了能够思考整个宇宙的系统。这是我们完成演化使命最令人敬畏的壮丽篇章。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 AGI 不是单纯的升级工具，而是发明本身的自动化。从石器时代到现代，我们不断制造能延伸能力的工具，而 AGI 将是这条时间线的终极产物。虽然它带来了技术爆发的协调危机与风险，但也彻底解放了我们的认知极限，创造出比我们更聪明的存在，并不是人类的悲剧，而是我们历史使命的壮丽完成。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